秋天的魁北克来了，秋天的魁北克好美。和几位搞华人文学的学者在一起探讨文学。他们问我出国30多年有什么感受，能有一点片段的小记录说说，让大家聊一聊。我们就在一起聊话，在一起说话，然后我就做了一些小片段。这些小片段实在是一个镜头，一个场面，但我今天也把它放到这里来，就做2个节目，题目就是走进魁北克的文学，谈谈我和我们的华人文学在魁北克的成长。讲得很简单，就是聊天，就是一个让你开始有点认识的一个场景。我们就做2个片段，希望你喜欢。下面就是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几个片段，放给大家看一看。写作就是生活。1988年我的出国，我从一个大学教师变成了一个打工仔，我的整个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的生活是那样的震撼，震撼的让我坎坷，让我感慨，让我想拿起笔来记录。这就是我为什么开始写作，也是我写作开始的由衷。带着美好的梦想出国了，身装着300美金。到达学校的时候正值诺埃尔，是加拿大的圣诞节，大雪纷纷，没有住的地方，只能在学校的学生旅馆，那里房租很贵，一晚上就得60、80，我300块钱几天就完了。这就是我的生活的开始。那个时候来魁北克的人不多，中国留学生更少，因为这里讲法语，更多的人都选择了到多伦多和温哥华，而我因为是这里录取的，毫无选择。这是我的生活的开始，面临的艰难是很多的。我的文学活动应该说是开始1997年。1997年，我加入了加拿大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因为生活，因为写作的极大兴趣，我成了这个协会的积极分子。后来在协会成立的这么多年里，先后5次担任这个协会的会长。2001年，我邀请了中国的著名作家王某作为顾问，请了中国作家协会参与何振邦先生专门代表鲁迅文学院来到了魁北克，参加了我们首届加拿大全国华文文学的竞赛活动，同时邀请王安忆还有小雪他们参加我们的评委。那次活动人已经达到了300多人的大 party， 取得了成功。这是我们加拿大的首次华文文学全国性的竞赛活动。后来我又邀请了铁凝，邀请了向小米到我们这里交流，接着又邀请了蒋子龙、迟子建、徐小兵、周大兴到这里参加我们组织的中加华文文学交流活动。这些活动让我们魁北克的文学，让我们魁北克的文友走向了全国，也走向了中国，使我们魁北克文学能够让国内的
文友，让国内的文学界也有所关注和互相的支持。在2012年，由于我们的工作，我获得了加拿大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许可，成为加拿大第一个魁北克省的华文著作出版发行人，当场就送给我了10个书号。于是从2013年开始，我和我的文友们和我们魁北克和加拿大的作家们先后出版了7本书，这里包括小说、散文、文集。后来我为我自己的写作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也开始更多的写作。在我个人的创作中，在后来的几年，我先后在美国、在加拿大、在台湾和中国出版了10本书，这里也包括了诗歌、小说、评论。我还参与了一些学术活动，让我们的文学和我自己的爱走进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学的村子。我作为这个村子的一位村民，我觉得自豪和骄傲。现在我们的文学已经成为加拿大华人文学最重要的部分。在加拿大华人文学的3大板块，温哥华、多伦多和魁北克这3大板块里，我们以我们独特的风格，以我们草根的本土的和我们自己的新生活的写作为特色，展示了我们魁北克文学的另一种风貌和精神。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谈的就是我们关于我们魁北克华人文学的一些成长的片段，还有我的一些文学活动的一部分。这就是我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部分，关于我们的新文学和我们的文学的成长。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下次我想把下一部分再和大家谈一谈，希望你继续收听，谢谢你。